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那今天是8月12号，以色列即将要进攻加萨，所以这一集的影片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以色列内部的声音，以及为什么以色列在这个时候要进攻加萨。那我们现在是要去人质广场，只是在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得到抗议的民众。站在马路的旁边，因为这条是主干道，所以每一个经过的车子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呼吁什么呢？那边其实也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门口，所以他们站那边就有2个用处，一个是来往的车辆，另外一个就是国防部的门口。刚才路人告诉我们，他们喊的是 Kulam עכשיו， 就是每一个人现在。为什么呢？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有50个人质在加萨，他们是被绑架过去，从2023年的10月7号。那其中只剩下20个活的人质。我们现在到了人质广场，现在是周间，所以没有什么人。那这里写着675天，意思就是从10月7号到现在，已经过了接近2年的时间，675天。这里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有爱他们的家人和一个个故事。这个是 Eviatar 最近传出来的影片，在加萨隧道里面受的不成人形的就是他。那今天的日期是8月12号。以色列他现在正在跟哈马斯谈判，透过埃及、卡达还有美国的斡旋。因为如果现在可以给哈马斯更多压力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利于释放人质，然后又可以去军事化的一个结果。因为以色列没有办法容忍旁边就有哈马斯这样子的敌人，然后可能再对以色列人做10月7号这样子大屠杀很可怕、很邪恶的事情。那可能有人跟我一样会在想说，为什么以色列现在要攻打加萨市？那其实，有情报就是说，剩下的人质就是被哈马斯藏在加萨市里面的隧道。那如果以色列现在不去做这件事情，一个是人质他们已经快要2年的时间被扼在隧道里面，可能撑不下去。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要在9月的时候承认巴勒斯坦国。那所以对以色列来说，就是要处理跟加萨哈马斯之间的这个问题，就要尽早。不然就会好像就是明明哈马斯他是做恐怖攻击，然后结果大家都把焦点放在巴勒斯坦的建国，就好像在奖励恐怖攻击的这个行为。那第3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纳坦雅胡他自己国内政治的压力因素。那这个是人质广场上面模拟哈马斯的隧道，现在是晚上8点多，但是我相信也不会有人想要走进来。这里还有一个音响，让我们更能够体会人质在这一个隧道里面那种无助、不见天日的感觉。那我们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看到很多以色列人站在一个地方，然后在抗议嘛？那以色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可以接纳不一样的声音，然后政府它也可以因为就是国内给他的压力，然后改变他的政策，因为他是靠投票选出来的民主的一个政党嘛。那有些以色列人他们现在的感觉就是以色列已经进入战争太久，然后第2个就是如果现在以色列去打加萨市，那很能够确定的就是哈马斯他会把剩下的人质就是杀害掉，因为等于说这些筹码他们哈马斯恐怖分子握在手里很久了，就没有效了嘛，因为你打我了。那所以这些人质的家属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政府去攻打加萨市，那所以现在是快要攻打，军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是在做最后一次的谈判。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以色列就可以直接行动了。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在这里是有什么样子的活动，但是这里有可能是日文吧，反正就是写人有stop the war now， 就是现在停止战争。然后这里有一个和平的和和一个爱这样子。
那在这礼拜天，也就是8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会有人开始罢工，我不知道罢工是多久。那是包含律师啊，还有这些科技产业，还有大学。但是，工会是属于左派的，就是在立场上他们是比较支持，跟巴勒斯坦人去谈和平啊，相信呢可以共存啊。但是左派的工会他们没有要加入这一次的罢工，因为他们看不到有什么实质的效果。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得到，在以色列内部有非常多的声音，有极左派，有极右派，有中间的，整个光谱是差异非常的大。有些人觉得政府需要赶快停止战争，然后接受哈马斯任何的条件，把人质救回来，接受说我们就是已经输了，但是也有部分的人说，我们都已经努力到现在了，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赢得这场战争的机会？但对我来讲，其实我的书名就是以哈战伤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当以色列人质被抓到加萨，以色列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跟哈马斯恐怖分子谈判的立场。我对于之前谈判成功，然后换回来这些人质，然后释放大量的那个巴勒斯坦的囚犯，这是我之前的影片有讲过的，他们是真的当过自杀炸弹客，或者是参与这些攻击行为的人，他们是这样子的罪犯。以色列人被抓去的这些人质，他们不是战争犯，就连那些正在当兵的以色列男生，他们也不能算成战争犯。为什么？哈马斯它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合法军队，所以不能够称以色列这些被抓去的人质为战争犯。绑架人质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战争罪，哈马斯它是完完全全犯了战争罪。但是以色列去攻占加萨这件事情反而不是战争罪，这是跟很多人想的或者是在网络上讲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去查，但是根据国际人道法，交战方可以在战争中合法占领敌方的领土。这个敌方它不需要是一个国家，它是敌人嘛，所以哈马斯是敌人。哈马斯在10月7号对以色列做的事情就很明显，它是一个敌国。他去抓平民当人质，这很明显，它就是一个敌国。所以以色列他去占领敌方的领土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构成战争罪。但即便如此，以色列还是要很小心，因为它会被国际批评嘛。那刚才有讲，就是越来越多国家它倾向同情巴勒斯坦建国，那这件事情就会对哈马斯来说这是一个胜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很难真正打赢这场战争，因为人质在哈马斯的手里，然后以色列它要忍受内部这么大的压力，然后又有外部就是国际给以色列的批评，然后在这个时间，哈马斯他也完全不用去在乎他的平民受了多大的苦，然后可能还会有越来越多国家去忽略哈马斯它是一个恐怖组织，然后还奖励哈马斯这样的恐怖行为，给所谓巴勒斯坦人建国。那这又必须讲到历史，其实首先2005年的时候，以色列它是自愿退出加萨的，那个时候是因为安全的考量。那以色列离开的时候，它是强制迁移了将近8000个住在加萨的犹太人。那这很合理，因为你8000个人在那边，你一定会需要就是军人的保护。然后加萨的人口是那时候可能是150万人左右，你这个比例完全是非常悬殊，所以你要能够住在那个土地上的成本是非常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以色列总理说，以色列他不会去长期的占领加萨，他只是要去军事化，去掉哈马斯的这些影响，然后让不是哈马斯，也不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是 PA 来管理加萨这个地方。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以色列人质就是在加萨，那以色列就是2个选择，一个是进攻加萨，另外一个就是去谈判。只是如果现在谈判不成的话，那真的就是只剩下进攻加萨的选择。希望哈马斯逐渐瓦解当中，然后可以因为以色列给的军事压力，然后有所让步吧。但可能这又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但是跟哈马斯谈判，跟一个恐怖分子谈判，然后希望就是可以短期得到人质回来，然后长期可能还是在这样子威胁之下，然后不管这个代价，
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天真的想法，所以两个解决方案都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对以色列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到在《申命记》4章1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这也是上个礼拜的读经进度。他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以我才常常跟大家说要为以色列祷告，为他的领导者祷告，因为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于刀剑或者是你的军事力量，而是来自于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就是希望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和平和公义的那一天。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战争非常的丑陋，非常的真实，然后这是以色列人每天都在经历的，里面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每个人都是非常爱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可以往对的方向。我们刚才在路边碰到的人，他告诉我们他是医生，可是他每一天下了班，他都会到某一个地方去抗议，因为他希望他的国家能够做对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以色列的样子。那如果你们觉得这样的声音被听到非常重要的话，欢迎大家转发这个影片，也欢迎大家来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